大家好，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。你看这个是我朋友这里的平苗哈，假设你平苗苗太多要出平要怎么办呢？有两种方式哈，右边就是以水草，左边呢这个是粗料哈，这是粗料哈，你可以看它那个粗料上放那个小苗在上面哈，但还是放久了在原子就是会长草哈，你看这么多草，那其实呢，这个是 EQ 哈 ，EQ 就是鸡蝴蝶兰哈，鸡蝴蝶兰，这其实是一种出品的方式之一啦哈。下面呢，你看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做筛子吧哈，那它的那个下面就放一些粗料哈，粗料你可以看这个哈，这个它就是粗料哈，粗料的材质呢，就把这个小苗放在上面。那右边这个就是水草哈，这是水草的材质，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材质哈。其实很多人是建议我用这种方式，但是我在我的那边的顶楼不太适合哈，不太适合。那这个是其中一种方式。那等一下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种方式哈。来，你可以看一下哦，这个哈，这个就是用粗料的，它旁边是你可以看它小苗都长上去，对不对哈？那下面其实是椰纤呐，哈，椰纤就是有点像纤维类的东西哈，这是椰子的纤维哈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它这里的环境其实不太适合用水草哈，水草是死亡率会蛮高的。那大部分你看这边哈，你看那水草就硬掉黑掉了哈。那大部分用椰纤其实存活率还蛮高，所以还是要看环境啊，还是要看环境。那很多人就会很多原子是就是太多的话，就是这样把它丢着哈。等它大了一点以后呢，利用这种椰纤，然后去做根部的成长以后，长到一定大小以后呢，再把它上板或者是上瓶子哈，上那个那个叫什么？上那种水草哦，水草去种。你可以看它下面都是粗料哈，也有人用木块，也有人用椰纤，都有哈，不同的做法，其实差不多的模式啦，反正就是粗料哈，粗料让它的透水性够哈，透水性够，但是这不太适合那种很小很小的小苗哈，很小的小苗容易死掉哦，而且会长草，你可以看到这个都是草，反正就是潮湿的状况就有可能会长这些杂草哈，那。问题点就是，如果太小的小苗的话，用这种环境的话，可能会死掉，因为太干，太干。主要是它的环境对它那个小苗其实需要多一点的水分，但是你丢了一阵子以后呢，让它长大一些以后呢，其实它对于水分的需求就可以比较容忍性，比较容忍性。好，这种是其中一种方式，反正我常常看到人家原子是用这种出品的方式，就是用像这个就是椰纤嘛，椰纤。那也有用木块的，我有看过用木块的哈。那主要还这个用椰纤，那椰纤又价格又便宜哈。那其实就是把它小苗出来就直接撒在上面哈，那撒在上面让它长大，它长大一点点以后呢，到时候再把它移到所要的盆子或者是板子哈，这个是其中一种做法了哈。那通常会用就是这种塑胶的台压哈，你看它旁边都是透气的哈，所以非常非常透气。那另外一种就用水草，用水草，那下面就放水草，然后也用台压哈。那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哈，水草保水性比较高，但是水草比较容易烂掉哈。那椰纤呢保水性比较差，但是太小的苗容易死掉哈，所以两个都是各有优缺点的啦哈。那种塑胶台压哈，但是它晒久了会损坏哦，因为塑胶类的哈，如果它没有抗紫外线的话，晒久多多少少会有点那种损坏的样子哈。好，这个就是两种出品以后放的方式哈。当然了，大部分人不会出品嘛，当然你要种小苗也可以这样种，有些小苗太多的话就是这样种哈，那非常的有趣哈，就是你有时候看到原子就会这样种，或者是孵苗哈，孵苗也会这样做哈。那下一次我们再讲孵苗哈，孵苗自己也蛮有趣的。好，我们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